陆总，你最起码把昨天没说完的话说一下。我，哎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一天没吃饭，你茶太浓，低血糖了。什么低血糖？你给我，你这碗面我请了。别跟我卖惨，你的谢谢真吝啬。谢谢你。我不单纯是为了你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福利院的孩子们。你给福利院的设计我认真看过，是一个有想法又省成本的方案，有可取之处。但我不同意福利院用一个廉价的改建方案。造价低不等于有廉价感。我的方案里面确实在建材方面的花费预留的很少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廉价的材料换成耐用的特种环保材料，不就行了？那现在，你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？是能够进品上的水平。什么？你现在还有想法加入品上吗？陆总，我先接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你稍等我一下啊。奶奶，萧然，陆岑阳这次利用泰勒给了叶华沉重的一击，是时候该你履行承诺了。如果你已经获得了陆岑阳的信任，晚上过来跟我讲一下品上关于福利院项目的具体情况。今天我就不过去了。奶奶，福利院不是你们博弈的工具。希望我这次拒绝您之后，有什么怨恨直接找我，不要针对我妈。我知道了。喂，我终于可以去品上啦！之前是因为和奶奶的约定，但这一次，我终于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你觉得我没出息？是有点没出息。明明之前拒绝过的，但隔壁一邀约，我马上屁颠答应入职。正想找你呢，里面聊。不进去了，简单聊两句。考虑的怎么样？想不想加入品上？想当然是想，那你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你突然邀请我进品上的理由？当然是你对品上来说有价值。不愧是你，听着实在，跟没说一样。难道你是因为误会了我，想补偿我？废话真多，怎么样？表个态。要我答应可以，但是你要跟我道歉。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冤枉我，我需要这份工作，但更要尊重。对下属我没有道歉的习惯。你不是很想要这份工作吗？脸都没了，要饭碗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下个月的房租微信转账给你吗？随便。
微信可能会限额，我银行卡账户转你吧。也行。差点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儿，我没有完成和豆花的约定，我想去跟他道歉，但是我答应了你不会再出现在福利院，我只是去道歉，不算耍赖吧？你之前说过，像泰勒这样的人渣设计也只有人渣会用，算是间接错骂了我，能不能抵消我对你的误会？你说的，也不是不行。只要你加入品上，福利院你可以随便去。对不起，抵消了。周一上班别迟到。陆总，你会让我成为比泰勒更出色的设计师吗？只要你跟品上齐心协力，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空间设计是最好的，你一定可以听到泰勒对你说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爸爸走以后，我知道你付出了你的代价，但这并不能让我解恨。我欠陆兄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如果我这条命能让你解恨的话，随时拿去。我可不想脏了我的手，更不想这么便宜了你。我听说了你的实力，陆兄的生前所愿，你一定能替他完成。少说好听的，你还记得我爸爸的生前心愿呢？我从来都不曾忘记，我坐牢7年来逃避，是不想正视自己的软弱。啊，谢谢你请我喝酒。总走了？嗯，你这儿的酒我喝不惯，没酒味儿。要不是人家请客白喝的话，我还得让你倒赔呢。走了，不用送了。我跟陆岑阳竟然有古早的孽缘，我找20的鲜肉都绰绰有余，谁要跟奔4的结亲啊？已经退了，放心吧。我不是担心我爸的脑子被酒精烧坏了吗？他还敢就坡下驴跟陆总说让我俩见面，我多怕陆总说那就见见吧，那简直比我一家的身份被知道更让我无地自容。你爸一定是算准了人家不会见才敢冒险的。我爸他出狱以后那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他有本事算准。天哪，我竟然跟准老板有娃娃亲！什么新消息？我锻炼锻炼，迎接新工作。你不热身这样很容易抽筋的。你那个腰怕是得上点机油了。我时间长不运动，确实有点退化了。干嘛？就我没说你退化了。别说了。我都说了我不喜欢，你给我退了不就行了吗？不喜欢为什么要买？买了为什么不好好对待？你知不知道被退货的商品有多尴尬？你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？一个卷尺而已，不喜欢就退了，莫名其妙。好痛，好痛，这，我腿抽筋了，快来帮帮我！谁这么缺德？
陆总，我车胎被扎了，能不能顺路载我一程啊？车胎被扎了，你可以打车、坐地铁、坐公交。第一天上班就想蹭老板的车，你打什么鬼主意啊？不是，难道我会自己把车胎扎了，等着给你偶遇让你载我吗？这么说，我的确更有理由怀疑你的居心了。虽然我们俩住隔壁，但时刻要保持距离。9981那没完了。陆总，上班别迟到。季军，我车胎被扎了。这是给你准备的提前咖啡。今天上班别打瞌睡。谢了。我先睡会儿。这不是布小姐吗？又见面了。来办业务啊？凯瑞已经入职了公司的市场部，以后你们就是同事了。凯瑞是我请来的得力干将。他之前给你下过药，你也敢让他进你公司啊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以后你们好好相处。你对自己的度量有什么误解吧？大家都是老熟人了，一定会好好相处的。你说对吗，布小姐？陆总早啊！早。哟，艳福不浅嘛。你凑什么热闹？新人不染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还请陆总今后多多关照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只要你离他远点，我就放心了。第一天上班加油！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不然，陆总，请。进。姚秘书你好，我是不染，今天第一天来公司报道。我们面试时见过，我是陆总的特助，监管设计部和市场部，你的人事由我负责。以后请您多多指教。根据公司的需求，安排你去市场部，担任市场部总监的助理，试用期3个月。我不是应该去设计部吗？这是公司的安排。姚蜜，他手续办怎么样了？就等不染签字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我保证会手把手教你。居然让我跟着 Carrie 陆岑阳。总裁办公室是你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吗？我应聘的是设计师，你却让我去市场部给别人做助理，你故意整我吗？我招你进公司，是看中你的义举，并不是完全认可你的实力。你的意思是我还不配做设计师？你要是有真本事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求着你为我做设计。但现在你要么做好你的市场部助理，要么你可以去签合同，也无妨。你找我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，你忽悠我说要让我听到泰勒跟我说那句对不起。我现在在市场部毫无用武之地，就算把冷板凳坐穿了，也不一定听得到他的道歉啊。Boran, I'm sorry for what I did. I'm deeply sorry. I mean it. Hope you can forgive me. 我答应你的，我都做到了。真有你的。那你明明说让我和品上齐心协力，难道就是让一个设计师去市场部吗？没有市场部打造声量，再好的设计也不过是设计师独舞。
赢得不了掌声的。我当初招你进公司的前提是希望你能跟公司齐心协力，而不是没有进公司就开始质疑公司的安排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会把这样的员工放在核心部门吗？那我总比 Carrie 靠得住吧？他都对你做了什么，你不会忘了吧？Carrie 善于拓展市场，人脉资源广，和本地的供应商私交都不错，而且他愿意将功补过，为品上在本地市场站稳脚跟发挥作用。我就应该摒弃前嫌，重用他。而你，品上比你优秀的设计师多了去了。你要么把合同签了，要不然你可以把合同撕了，怎么样？我服从安排就是。签了字，帮我泡杯枸杞茶。枸杞明目，我会盯着你，看你适不适合留在品上。签字了吗？你巴不得我不签的吧？签了字我就好罚你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想公报私仇啊？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擅自越级去找陆总，违反了品上的员工守则。行，受什么罚我都认了。这杯茶是陆总要的，我先给他送过去。我拿给他就好。我怕你往茶里下东西。你，您要的枸杞茶。给老板端茶就这个态度？想当设计师的人，自己的手不知道好好爱惜的吗？你见过像你这么毛毛躁躁的设计师吗？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，就算在餐馆洗盘子把手洗破皮了，我的设计也照样能拿高分。陆总要是想用这种小家子气的方式考验我，放马过来，我不会退缩的。你不知道泡枸杞不能用滚烫的热水吗？我又没到您的年纪，泡枸杞哪有您那么讲究啊？这杯倒了，用60度的水重新泡一杯。你这个眼神，分分钟想要刀人啊！这才第1天，没有不满吧？哪有？哎，你杯子我会赔的。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不去无语。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底，那些透明的曾经，在我手心清晰。Let me just be your everything， 在爱与被爱中将。一大早就来讨好老板啊？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只是来给陆总送杯子的。想修复老板的印象分？
我好同情你啊，辛辛苦苦的做无用功。不需要。刘总，您的咖啡。陆小姐冲的咖啡比我秘书好多了。我回头给你写一个手冲咖啡教程就好。陆小姐，咱们以前见过的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？那是个业内聚会，陆小姐穿的好漂亮的，脚踩一双小白鞋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我一见到你我就记起来了。刘总喜欢的话，回头把链接发给你。哎呦，跟布小姐真是有得聊。不瞒您说啊，易华的那一套我非常熟悉，他们用最奢华的建材营造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，以为能代表身份，其实就是割土老板韭菜呢。你想想看，易华习惯于拿浮夸的审美来堆砌，这种产品给人感觉，一进家就像进了夜总会一样。我看您的穿衣品味精致又有内涵，一准儿看不上这种浮夸审美。对，一定要超过易华的审美，所以就找你们来了。同事的设计我看过了，只是缺了一点你想要的大气。哎呦，太懂我了！我要的就是大气，有内涵。以前设计啊，太小家子气了。您看，我在空间结构上做了减法，减少了墙面立体，整个家在视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，就像是一幅有留白的水墨画，有层次，有纵深。在软装上呢，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文房和园林的元素在里面，不仅大气，还能彰显您的品味。当然，这些只是我提供的一些小参考，我们多聊聊，一定会有更好的想法。布小姐说的对，我们就要多碰碰。我对布小姐的设计思路是非常的满意，回头我跟陆总说，让你定这个设计。那您和陆总的全面合作，就凭布小姐这个才华，我对品上充满信心。不然，你来公司才几天啊？有没有规矩？刘总这样的客户是你能接待的吗？刘总，不然是市场部的新人，爱求表现，不太成熟。他的言论和设计主张没有办法代表公司。如果有冒犯到您的地方，请您海涵。接下来跟我谈就行。凯瑞，把你的人带走。哦，好。刘总，那您和陆总慢聊。错啊。刘总，请坐。刘总今天特意来，一定是克服了易华阻力来的。现在没人了，有什么诉求，您尽管提。陆总是个痛快人。哎呦，我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心。易华呢，给我几个点，你随便加点就成。跟刘总合作，当然是帮刘总赚钱了。再给您几个点，让你从易华那边跳到我这边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看得出陆总是个聪明人，不过等布小姐下班以后，我想请她喝点小酒，聊聊设计，没问题吧？刘总，您要是本着互惠互利来合作的，陆某我很欢迎。但你要是来品上烈焰，那你来错地方。不就是个员工吗？陆总有什么舍不得的？现在愿意背叛易华跟品上合作的建材商有吗？我原本是好好的想跟你合作一把，你不会就是因为一个员工就要跟我翻脸吧？我青睐的是行事独立、
没有附加条件的合作方，不是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一华中拳。你追上来市场拍我发言情绪的手态吗？你今天害我还不够啊？我是看你被老板骂了，想过来安慰你一下。这人怎么这么不领情啊？你安抚不好刘总，让我去处理，我做了我该做的，结果莫名其妙被老板骂。你作为上司不该站出来帮我解释一句吗？还安慰？你自己相信你有这么好心吗？那刘总对你青睐有加，我是想着让你体验体验市场部工作的艰辛，别总怪我不让你上手。你看，我天天面对的事情可比今天棘手多了啊！我向谁抱怨过啊？你呀，就平复好心情，去找陆总道个歉，认个错。我姿态放低点，明白了吗？走了。陆慈阳老花吗？分不清楚谁好人坏人啊？第一次听你说话这么大声啊！对不起啊，李师傅，我刚刚失态了，我被气坏了。来，把这盆盆景啊送到陆总办公室，有什么误会的话，找他当面说清楚。去吧。谢谢啊。刘总已经走了，你能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让刘总认可你的设计很了不起？我不识好歹的说了你，打击了你的工作积极性。我觉得如果能帮到公司，自然要积极一点。既然拿了你的工资，我当然得对得起这份工钱。你都说了如果是一种假设，你心里最好清楚，怎么做才能对得起这份工资。尊重老板您的权威，对您说的话百依百顺，哄着您，捧着您，崇拜您，最好连眼里反的光都是您帅不可挡的侧颜。Carrie 的人设立的是不错，但我根本不是市场部那块料，能把你看顺眼已经是极限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用这种口气跟老板说话，显得你很特别啊？好的一点没学会，动不动就不满叫屈怼老板。我凭什么对没过试用期的你这么放纵啊？怎么，你还委屈了？我接待刘总让您这么生气，我能想到的唯一就是你怕我被他挖走。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啊！对，只有 Carrie 最会揣摩您的心思。我说一句话，你回几句。你要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在刘总面前这么说你，你回去给我好好悟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哎，脾气比我还大。我给你安排的工作还没说完。刚下班，今晚可约。听着你又在为今天不能加班感到委屈了。你知道英雄空有一身武功，却只能搬砖的痛苦吗？理解，我今天白班，马上收工，咱们撸串去。行，那直接老伙计见呗。还好不是傻不愣登的去赴刘总的约，没心没肺的家伙。醒了。喝点水。怎么样了？没事。别担心，马医生说了，头疼不是坏事，是治疗见效的一种反应。
刚吃饭的时候，我是感觉想起点什么，但眯了一会儿，又没了。别勉强自己，该回来的记忆迟早会回来的。马医生说让你今晚留院观察一晚，没事的话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出院了。你先回去吧，天亮人多眼杂，我自己会把你出院的。好，我去跟马医生说一声。好，去吧。别乱动啊！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帮人是冲我来的，害你这个手刮彩了。我看到你有危险就有条件反射，再来一次也是一样，不足挂齿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笑，我真是对你心服口服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想想我们在外国第一次偶遇，再到后来慢慢变成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到底认识了多少年啊？是啊。儿子，你爸被易华集团逼死了，他就是因为误信了他那个所谓的好友易敏德。啊，嘿，你会说中文吗？我是中国人。哦，我刚来这儿想找一份洗碗的工作，你能不能问问你们老板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我们店长。我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被不染的善良打动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出手帮我。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手放下来，受伤了都。说说刚才，我看隔壁那桌不像是不小心，你得罪什么人了？刚才那桌应该是易子鹤的手下。易子鹤暗算你，是因为我吗？不是，是因为陆岑阳。我之前联合陆岑阳给泰勒好看，你弟吧，他忌惮陆岑阳的威胁，他明着不敢动我，选择暗算我。我觉得8成应该是这样。你跟陆岑阳什么时候穿一条裤子？我发誓，我可没有啊。当时是真假泰勒都在中国，我偶然撞见陆岑阳揍泰勒还挺勇的，而且他跟我一样，都想让泰勒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，正好借他之手，可以为你除一口泰勒的恶气嘛，所以我才选择暂时跟他合作。走。你还想包庇他，就因为他是真泰勒吗？我们闯进的是别人的地方，这对你不利，赶紧走。我算是看清你了，人渣的设计只有人渣会用。走啊！我当时以为他赶我走是为了包庇泰勒，原来他是为了保护我。我当时也想去的，我就是去晚了。易子鹤现在暗算你，那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暗算他。我得去通知他，给他提个醒。哎，你看看你，刚刚还对陆岑阳大发雷霆呢，现在就因为他的滴水之恩你就心软了。你今天受伤了，给他发个短信，良心到位了。不行，万一他要是没看到呢？那你给他打电话呀。我们刚吵过架，他要是在气头上不想接电话怎么办？你的手受伤了，明天才能出院。你也想想我这个死党好不好？不要让我老是担心你。躺下。哎，知道了，听你的。我困了，睡了。好及时的哈欠。你不会是想趁我走了之后偷偷把拐溜走吧？天色不早了，明天你还要上班，赶紧走。那你答应我了？嗯。陆岑阳那边我会去说的。嗯。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。嗯。明天。知道。接你。
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，治疗这方面我会盯紧的。但是有一点，这记忆一旦恢复，他以前的痛苦和悲伤也会随之而来。你能有把握帮他挺过去吗？无论如何，他对他的人生都有知情权。如果找回记忆，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我一定会跟他一起去面对的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马医生，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，没时间照顾他，希望你能帮我多多留心。陆岑阳也来看病，我正要找他呢。马医生，这么多年，多谢有你的帮助。虽然过去好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也算是慢慢能看到。果然，易子鹤也在暗算陆岑阳。难道他是想曝光陆岑阳的什么隐疾？我得帮他遮掩一下。你放心回去吧。3点钟方向有人偷拍，我帮你迷惑他们，配合我。亲爱的，你看看，人家这可是画设计图的手手。哎呀，所以才带你来医院看的嘛，看完我才放心嘛。痛不痛啊？痛，你心不心疼嘛？我可心疼坏了。偷拍你的应该是易子鹤的人，好在你配合得快，顶多也就被爆一个陆岑阳办公室恋情的料。我一个平平无奇、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，没有话题点，闹不出水花。事关你的名声，这么帮我值吗？你帮我揍了泰勒，这次算我还你人情。你手怎么会受伤？我跟齐勋撸串，有人暗算他，我就帮他挡了一灾。手伤的严重吗？我认识医院的主任医生，可以让他帮你看。唉，小伤不打紧，这么晚出现在医院，别是有什么隐疾啊？你少咒我。我是真的怕你有隐疾被爆，才站出来帮你忙的。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我的？我一进大厅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？好在你配合得快，顶多也就被爆一个陆岑阳办公室恋情的料。我一个平平无奇、随时可能被开除的菜鸟，没有话题点，闹不出水花。我很确定是爱情。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. 我们都有交织的星球，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，我们牵手把地很沉重。到家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然，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公司选定了你。姐们儿，你太不
闹了，怎么能擅自回家？今天还要换纱布呢。你别念了，医院的床我睡不着，马上就去换纱布。不然，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公司选定了你的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怎么偏偏我犯困的时候说啊？陆总，我昨天输了一大袋消炎药，人有点懵。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没吩咐完？您还是茶道发烧友啊？您收的这个茶是今年得奖的茶吧？你还懂茶叶？瞎学过一点。你挺适合喝点茶的，养养性子，别总把别人的话听一半。我回头就喝起来，让自己的性子慢下来。陆总，您要是有什么重要的吩咐，您就说，我保证耐心听完。昨天他睡着了，没问清楚。我问你，昨天你什么时候见的我第一面？在医院大厅有听到我说什么吗？你说的这个，和重要的事情有关系吗？这取决于你怎么回答。我昨天在医院叫你的时候，是我们见的第一面。你好像和一个医生在告别，说了再会什么的。没有别的了。没有。进来。陆总，工程部、设计部已经就位了，等你开会讨论开工事宜。好。你再想想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我开完会给你说。我没有什么补充的。老板，今天下班这么早啊？你家有浓浓的茶香味儿，怎么有贵客要招待？只是听了老板您的教诲，喝喝茶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好啊。随便坐。普洱茶用煮的，你要喝这么浓的吗？我这不是怕困，又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指示，等一句话等一天呢。倒茶倒挺有模有样的。太浓了。看这毛躁样子，说想把自己性子慢下来，谁信？说话呀！不是陆总，这喝茶聊天，你别光喝茶呀，有想说的话得说。我问你什么时候在医院看到我的，但你说你想不起来什么，我得多给你点时间，让你好好回忆。你想起什么，决定着我跟你说什么。我都已经如实跟你说了，你要是不相信是你的事儿，我对你的隐疾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男人大半夜的去看医生，无非就是特别丢人的生理毛病，我怎么可能大嘴巴的跟外人说3道4毁你形象呢？而且你为什么非得追根究底呢？我真的要是多知道点什么，丢的是你的人。
跟你聊天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喝饱了。陆总，你最起码把昨天没说完的话说一下。你什么情况？一天没吃饭，你茶太浓，低血糖了。什么低血糖？你给我，喂，这样。我初吻。你刚刚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追问我在医院听见什么。你去医院是不是因为你老是容易低血糖啊？没有多大的事儿，只是去医院的话要让姚蜜陪你去。万一你要是在没人的地方晕倒了，多危险！或者找我陪你去也可以，绝对不能一个人去。这也太甜了吧！哎，我的口味。他能主动提让思琪陪我去医院，看来他真的没听到。对，我就是低血糖犯了，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另外，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，怎么样？好的，老板，您放心，你的影集一定守口如瓶。对了，刘总的事情你知不知道错在哪了？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了的话就回去吧。我这里没有监控，万一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晕倒了，我们这里变成凶宅，很冤的。我就算死这儿，这也是我房子。莫名其妙。我的初吻。黑夜的微光闪烁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，才接近。算了算了，反正都是救人一命的好事，不用在意过程。在里头。找仔细了，去晚点你们干什么？有没有啊？赶快住手！公司出现了内鬼，他们只是奉命行事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传我出卖了自己画的设计图，这么荒诞的传言，你们会有人相信？我给福利院做设计不图回报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你记恨公司招你进来，只是让你在市场部打杂。福利院的改建动工虽然选用了你的设计，但是并没有改善你在公司的处境，所以
你就怀恨在心，故意泄露了全部的设计方案，为了让外界笑话品上管理不善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想。明明就是他，明明就是他，说呀，强词夺理，就是。陆总会相信我的。盆景被不染斑过，土里都扒开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藏东西，找得仔细点。住手！这土里能藏什么？窃听器吗？姚蜜，这会不会太荒诞了一点？从你搬家到陆总对面，事实出现在福利院，你就已经很值得被怀疑了。福利院改建用的是你的设计，全公司只有我和陆总看过全稿，连凯瑞等总监级别的都只看过部分图纸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同部门都只有相对应的执行图纸，所以你泄露全图的嫌疑最大。我画那些图纸费了多少心血，就是想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一个理想的家，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屋子能够顺利改建好。我怎么会做出卖公司、影响改建的事呢？我只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公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真的是你，我绝对不会手软。老板，院长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不染的工位什么情况？网上爆料直指不染，调查自然会先冲着他。我昨天才正式通知不染，设计图采用他的，让他跟进施工。他一直都想做福利院的项目，好不容易得到的承认，他开心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傻到出卖公司呢？对手的小动作搞得太明显了，你们不去追查背后使坏人的证据，在这里针对不染，这很不明智。老板，现在在时间上对我们很不利，对手是谁？不就是一家吗？我们何不反利用不染？查不染只是走个形式，等我们之后爆出他是一家人的身份，那么设计稿的泄露就是易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，舆情很快就会倒戈。牺牲一名新进职员，让易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怎么看都不亏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为了自己的私心，利用和陷害一个无辜的人。找人给不染换把椅子。老板，现在我们不光在建材上被人暗算，在舆情上也陷入被动。如果继续让易华操纵舆论的话，我们不光会失去福利院的改建资格，更会让您多年经营起来的品牌形象被踩在脚下。牺牲不染是最快的化解危机的办法。不染去哪了？老板，我们不能心软。谢谢李师傅。不担心自己的处境，倒有闲工夫在这种花。盆景无辜，我不忍心看他活了这么多年，因为一桩冤案赔了性命。你以前遇到点事情就会炸毛，这次倒很淡定。怎么，怕被人看出内心的不安，只能对职务施展善意了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好歹听进去几句。烫伤膏记得用，把你的手照顾好。土都进纱布了。饮品上的安保和行政是美剧看多了吗？怀疑我装窃听器，我装也要装在你家里，用你打呼噜的声音毁了你今日人生，才更有成就感吧。
我心里的确很不安，担心盆景因我而冤死，担心福利院的孩子们心愿打折。我最担心你压力太大，不好和院长交代。担心我，是真心的吗？我不应该是你心里咒骂的那个黑心老板吗？你也太有自知之明了吧？那你来关心我干什么？是想在公司开除我之前让我放弃抵抗，配合公司吗？别冒充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恶不恶心？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开除我，我也不会拉横幅喊冤的。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最起码是让我和你一起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。因为我和福利院的孩子有过约定，不想什么都不做，不明不白的就离开平上。你如果继续留在平上，只会遭受更多的白眼和质疑。我问过设计部的前辈，他说只要帮公司解决福利院改建需要的物料，目前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给我刘总的联系方式，我去求他，别管是给他儿子设计婚房，还是给他的宠物设计房子，我都能做到。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。聪明不过3秒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只不过是个菜鸟，轮不着你为我出头。我踩到你尾巴了吗？你干嘛突然这么凶啊？我不就要一个刘总的联系方式吗？上次也是莫名其妙惹了他，我去跟他道个歉，顺便说服他给我们提供建材，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允许你去找刘总，以后在路上见到他都给我绕着走。从今天起，给你带薪休假，把手养好，你不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忙。你让我带薪休假？你没有怀疑过是我泄露了设计图纸吗？废话，就你那屁大点本事，哪能搅动那么多媒体给品上下黑料？盆景种好了，你自己搬下去吧。我是老板，我为什么要搬？我没吃完午饭，哪来的力气搬啊？你的力气都用来顶嘴了。哪盆啊？这一盆。跟上。